大家好，我是13安。那有预购贴纸的朋友呢，跟你说好消息，那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分批出货了。那我就是以小量的方式一直慢慢分批出货，所以速度会比上次快一点。因为我主要其实也是从美国这边分批，然后到台湾，然后在井边待机。那如果是其他地区的话，亚洲其他地区的话，一样，从台湾出去。那当然，美国跟欧洲的话，我就说是从美国出来，所以美国车友你应该很快就收到了，或是也许你已经收到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是想跟大家聊一聊，我对 GoPro Hero 7的第一印象。没有错，上次影片可能有人注意到，我前面这台呢，其实就是 Hero 7 Black。那这次它真的是 Black 了，不像之前有点灰灰颜色。我买这台呢是利用它在美国有个促销活动嘛，它是只要拿任何一台数位相机都可以直接折抵100块钱，那真的还不错。最前面的还是 Fisker Karma， 就是 Prius 前面这台。Fisker Karma，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，它是一台电车。那它之所以出来，是因为这个 Fisker 他这个设计师嘛，他当初说要帮 Tesla 设计车子，就自己跑出来开了一家电动车。不过后来应该是倒闭，然后好像有人在把它收购。好，那不是重点。先讲 Hero 7。那第一项使用上，其实 Hero 7呢，就是一台日拍机啦。日拍机怎么说？也就是说，它只有在像我现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，或是白天的情况下拍摄影片，我觉得才可以达到它发挥它的最大效用。我之前在拍的时候，曾经有在晚上有去测试。那如果你要用它所谓的 Hyper Smooth 嘛，防手震，那晚上拍摄呢，你可能会非常失望，因为毕竟它是电子防震。那电子防震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利用画面上抓几个点，然后当做它的 anchor point， 然后去寻找说它的晃动程度，然后去做调整这样子。所以如果在光源不足的情况下拍摄的时候，它反而因为它是用电脑去处理的嘛，然后去算那个 pixel 的时候，它可能看那个点看不清楚，它比较不好抓。所以晚上拍摄的时候呢，反而你关掉你的电子防震，画面会更好一点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那看起来有时候很奇怪。可是当然，晚上如果你光源还算不错的话，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效用啦。只是这个品质上就很难去抓，看你说到底是要多少光，你不太清楚。所以我才说它是日拍机，因为白天的时候，像我现在这样拍摄，其实它做这样的防震，因为车子摆车头，它也是会有一些震动。像我之前曾经有摆过 Hero 4，它就晃得很夸张。今天风很大，那声音应该很吵。那再来它的收音，那我目前没有让它收我的人声啊，我主要就是骑车的时候收音。那时候我发现我是摆在靠近胸口这边。好，那我现在直接拿下来做个简单的拍摄。好，像我现在还有我开 Hyper Smooth 啊，所以我在自己手持的时候移动，如果要拍车子的话，我手是有晃动的哦，这样拍摄。那当然我说它是日拍机嘛，因为现在大白天太阳很大。那收音部分的话，如果排气管这样听，对吧？全部是手持的方式拍摄，那非常非常的厉害啦。我故意想要跑到前面的话。好，那我知道很多人会拿这台机子放到前面，也就是安全帽上面，然后做第一人称的拍摄方式。那我目前还没有用，是因为我自己呢在安全帽上面，如果你开防震的话，这样拍摄实际上会有些奇怪，因为它要做防震的处理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好像你的人好像浮在空中。那就是有些人可能喜欢这种感觉，但是我自己是不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不够真实。由于第一人称的画面，其实就是要有一个有实景的感觉嘛。你太像浮在空中的时候，有点可惜啦。
好，那如果我现在是在 GoPro 旁边这样直接讲话的话，好，那我现在直接讲话，那我是在安全帽里面讲话，安全帽打开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直接用安全帽这样子讲话，然后跟他对话。他其实收音这部分这样的距离，我是觉得真的蛮厉害的。虽然说今天后面背景也蛮吵，然后有点风。那如果是开启引擎的话呢，大概是这样的收音。当然是在行进间的时候是听到我讲话的声音，因为我声音实在太大声了，引擎声也太大声。但是在这样具体的情况下呢，它的收音是这样子。那我还没有测试说它如果装麦外接麦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跟之前不太一样？所以可能用一段阵子之后再跟大家做个心得报告。哦，隧道。拍谁忍不住？那个隧道呢是接上高速公路的隧道，所以可以拉整加速，真的很爽。好啊，那这上面就是我的第一印象。实际上我使用的功能没有很多，目前就是使用它 Hyper Smooth 防震，然后还有它的 Time Warp 就是 Hyperlapse 的影片，然后好玩呐。那它的其他的像是语音控制啊、直播，还有照片，这都我还没有试到。所以我想做之后呢，如果用比较久的时候，可以大家做个新的报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了。那回到我刚刚开始讲的，这台冲击降就是日拍机啦，因为如果你要利用它的防震功能的话，夜拍是不行，还是只能选择像是光学防震 Sony 的机种。但是以日拍来讲呢，我觉得这部分它做的真的很棒，尤其如果你不只是移动式拍摄啊，有时候你架在某个地方，车子上啊，或是可能你手上光手持的方式去拍摄的话，它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好。那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是用 Hero 5以下的机种呢，你想要升级的话，那直接换机，我觉得是他们还蛮不错的 upgrade。那如果你是用6的话呢，我觉得因为6本身它防震虽然没有它好，但是也是不错，所以你直接这样换的话，可能也可以再缓一缓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以上的第一印象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